普丁对乌克兰发动导弹袭击之后，北约又有了新动作，在俄边境驻军，甚至还有核威慑演习，乌俄冲突或再次升级。在狐狸军看来，俄军这次导弹袭击其实就是花了7亿美元搞了一场烟花秀，除了人数不多的俄粉以及俄罗斯自家觉得不错之外，其实啥也没得到。就跟狐狸军上期说的一样，这些为数不多的导弹没有得到任何军事上的价值。俄军在前线本来就不好过，还把本来已经很紧缺的军事物资花在宣传片上，真是愚蠢他妈给愚蠢开门，愚蠢到家了。而且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俄罗斯难以接受的，最直接的就是北约又有理由可以动手了。因为普丁用导弹袭击乌克兰，G7召开了紧急会议，直接宣布加大对乌军援，包括提供更加先进的防空系统，抵御俄军的空中优势。当然，泽总也参加了，除了呼吁北约加大军援力度之外，还打算让G7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部署观察员，用来监督乌俄战场的局势，防止俄罗斯狗急跳墙使用核武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其中援助这个问题不大，毕竟俄罗斯虽然一直抗议，但早就习惯了，问题不大。目前美国打算援助乌克兰防空系统，重点对付那些自杀式无人机，也就是俄罗斯最近从伊朗获得的无人机。这种防空系统没什么进攻能力，但能确保乌克兰能更好地控制其领空。只是白宫没有详细说准备援助基辅哪个防空系统，以及他们是否会部署可以对抗战术弹道导弹、巡航导弹的爱国者。同时，德国也表示已经交付了乌克兰一套防空系统，也就是 IRST， 明年则是会继续援助3套。英国则是向乌克兰提供了 AMR、AAM 拦截导弹，可以和美国援助的 NASAMS 系统进行连接。除了防空系统，其他军援也不会断。最近因为还出现了北约内部对援乌力度小，甚至还有分歧的说法。对于这一点，狐狸军可以表示这都是谣言。乌克兰被导弹袭击之后，北约说不玩了，怎么可能？G7在之前的会议上已经表明态度，无论乌俄战争打多久，都会一直站在乌克兰的背后，向乌克兰提供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需的支持，继续帮助乌克兰满足冬季防备需求，并将继续向基辅提供财政、军事上的援助。北约还在波兰和德国为乌克兰士兵建立了训练中心，对其进行操作西方武器装备的培训。德国将提供排雷和战术行动等专业培训，而波兰将提供防空、火炮网络以及医疗支持等多国行动层面的培训。大概会有15000名乌克兰士兵接受培训，之后人数可能大幅增加。未来一段时间，乌克兰将收到 AMR、AAM 反空导弹、美制英式地对空导弹、炮弹、卫星通信、冬季服装和无人机摄像机。打仗需要的物资是不会缺的，而且还因为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这件事，援助力度更大了。但是观察员这事儿不好说，毕竟北约在乌克兰派遣军队这事儿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直接参与了乌俄战争。不过不能派兵前往乌克兰，但是能在俄罗斯边境派遣战斗群。在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之后，北约就决定在保加利亚、匈牙利、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建立4个新的多国战斗群，但是一直没有声张。结果，普丁导弹袭击乌克兰之后，北约就宣布在斯洛伐克的多国战斗群正式投入使用，现已做好战斗准备，并且为了应对乌俄局势的紧张，法国也打算加强在北约东部的部署，把重点将放在立陶宛、爱沙尼亚以及罗马尼亚加身上。在法国的计划中，将向罗马尼亚派去更多装甲，预计将有12辆勒克莱尔坦克和12辆装甲步兵战车；而在爱沙尼亚将新增一个100人的加强步兵连，还将配备粗毛犬防空雷达。如此一来，法国在该地的驻军将达到400人。至于立陶宛，法国则将继续增派阵风，美国则是打算增加驻欧美军的人数，或将第5军团在波兰永久驻扎。另外，还将在罗马尼亚新增一个轮换旅。不过，美方什么时候执行这个计划说不准。这个多国战斗群和法国的支援就跟一个刺一样，随时都能插入俄罗斯内部，不仅增强了北约在东部的防御，这也是一种威慑。就在那儿看着俄罗斯，一旦俄罗斯有任何过激的行为，直接大军压境。这就不单单是把俄军赶出乌俄战场，还要打击俄罗斯边境地区。当然，如果俄罗斯没有什么过激行为，比如使用核武之类的行为，这个战斗群大概率是不会动的。毕竟还是那句话，一个被拖入战争泥潭的俄罗斯才是北约最想看到的。而且俄罗斯现在也学乖了，虽然普丁说如果乌克兰再次攻击俄罗斯本土，那就会进行进一步的严厉报复，但没有重复他9月份威胁要使用核武器。而且美国也没有看普丁决定使用核武器的迹象，或许是普丁想明白了，在世界上不仅仅是俄罗斯有核武，北约也有。
10月12日，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宣布，北约将在下周举行核威慑力量演习，只是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、地点以及参演国家和人数。这次的核演习是北约一项年度例行而且计划已久的演习。不过，很明显，北约这次演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意在针对俄罗斯，目的估计就是防止事态升级。在这之前，该核演习虽然没被取消，但却被推迟了很久。北约早不举行，晚不举行，偏在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后宣布演习决定，这就是在向俄罗斯还以颜色，释放核威慑信号。除了北约和俄罗斯角力之外，白俄罗斯最近也掺和了进来。最近，白俄罗斯让俄罗斯派一个联合地区部队部署在乌白边境。乌克兰打算在白俄罗斯边境开辟第二战线，把白俄罗斯拖入乌俄战争，以便同时对付俄罗斯和白俄罗斯。还说乌克兰炸毁了乌白边境的所有桥梁，并在边境道路上布置了3排反坦克地雷，还增加了边境兵力和空中侦察频率，所以才跟普丁搞了一个部署联盟国家地区部队。部队组建工作正在进行，但强调该部队性质主要是防御。白俄罗斯防长赫列宁则是过来当个润滑剂，说只要邻国不采取错误措施激怒白俄罗斯，白方就不会与邻国开战，白方只考虑防御性计划以应对可能的攻击。很显然，这个所谓的邻国指的不仅仅是乌克兰，可能还有波兰、立陶宛等国。毕竟，一旦北约执意将白俄罗斯拖下水，同时对付白俄两国，那波兰和立陶宛等国就会采取行动，白俄罗斯很可能三面受敌。不过，谁都知道，乌克兰现在全力对付俄军，不可能有心情再另外开辟一条战线。驻扎在乌白边境的乌军数量并不多，而且多为没有战斗经验的国民卫队单位组成，缺乏重武器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怎么打白俄罗斯？当然，这也可能是乌方故作疑兵，利用惯性思维转移阵地。从乌俄战争的情况来看，乌俄双方都有嫌疑。随着乌俄局势持续升级，白俄罗斯显然也成为了俄与西方角力的关键。从乌方在边境炸桥布雷，白俄罗斯加强戒备并决定与俄部署联盟国家地区部队来看，双方既在防范对方出兵，也在伺机而动，寻求破局机会。如果乌克兰从白俄罗斯进入俄罗斯本土，实施小规模的骚扰，那么普丁好不容易聚起来的民心估计又要散了。如果俄军从白俄罗斯进入乌克兰，闪击基辅，同样会给局势带来巨大转变。总的来说，普丁使用导弹轰炸乌克兰就是一步臭棋。俄罗斯这是几乎把牢底迫不及待地揭示给对方，一项最为基本的军事总则：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。很显然，俄罗斯打了近100枚导弹都没做到这一点，这样的效果就是放在一场小的战役中都是不合格的。在火力军看来，这就跟德国放弃对机场等战略设施的持续压制，转而打击民防，意图打击士气差不多。而这恰恰是不列颠空战失败的开始。而克什大桥遇袭也有可能不是普丁实施恐怖导弹袭击的理由，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战场上的失败，现在是打算用恐怖导弹袭击改变战场主动权。不过看起来声势浩大的，但是实际的战果微乎其微。本次的行动顶多勉勉强强算是一次报复行动，对乌克兰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伤筋动骨，对北约来说就更没有什么影响了。炸了一点雇佣军的营地和弹药库，北约要多少有多少。这次的轰炸事件根本造不成任何重大的影响，对于战局来说，当然就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。毕竟基辅不是第一次被炸了，上一次遭遇袭击还是今年6月。但是过去几个月，战事一直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，而基辅则是相对保持着平静。很明显，这样的行动远远达不到改变乌克兰战局的作用。搞笑的是，10月12日的时候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宣布逮捕了与克什大桥事件有关的8人。联邦安全局说，3名乌克兰人和亚美尼亚人帮助实施了袭击，说这几个人把爆炸物藏在了一辆货运卡车的后面，在大桥上面被引爆。而这枚用于炸桥行动的22吨炸弹是从乌克兰港口敖德萨发货的，然后绕到保加利亚、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。虽然乌克兰官员已经暗示这次袭击是乌方所为，但是没有正式宣称对此负责。俄罗斯这时已经迫不及待甩锅，转移国内矛盾了。总而言之，乌俄战争在最近1个多月的形势突变证明，赢家通吃，输家不配拥有队友。不过现在很多之前挺俄的人也在悄悄调整主张和观点，就连胡锡进都不再看好俄罗斯了，将立场改为战和平，不要陷入核灾难。而且因为缺乏高精度巡航导弹库存，俄军已经很久没有对乌克兰进行精确打击了。
采取保守策略，把仅剩的导弹留到关键时刻再打才是正解。但在今天，好不容易积攒的导弹再次被挥霍，被消耗性使用，而且还大部分被拦截。一方面给世人留下作恶多端的印象，一方面又让乌克兰对于拦截俄军导弹产生自信，还会影响到以后俄军再次大规模使用巡航导弹的灵活性。如果俄罗斯继续按照目前的既有路径行动，类似克什大桥被炸这样的事件，估计会越来越多，而且普丁还没有什么办法还击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看官觉得俄罗斯还有机会破局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